大家好，我是思文。我的视频一直以来都是用旁白的形式来跟大家交流的，大家呢也已经习惯听我的声音了。但是我觉得如果是一个真实的人坐在这儿来跟大家说话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让大家知道这个视频的背后是一个真实的人在跟大家交流，而不是一个机器。所以从这期视频开始，我打算以出镜的方式跟大家见面。怎么样？见到我的感觉如何？面具是我新买的为了缓解一下气氛。大家放心，我还是那个思文，只是我觉得用这种方式能跟大家走得更近一些。今天的视频还有很多话要跟大家说，所以我们就直奔主题吧。宇宙到底是怎么诞生的？它有没有起源？我想这恐怕是自古以来让所有人都会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早在三国时期，徐整所著的《三五历记》记录了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未有天地之时，混沌状如鸡子，盘古生其中18000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天每日升高一丈，地每日下沉一丈，盘古在中间每日长高一丈。这样过了18000年，天变得非常高，地变得非常深，天地之间相隔9万里。当然这些数据是没什么科学依据的是一种猜想。但是从观念上来讲它已经有了一个膨胀的概念，因为里面描述的天地是在膨胀的。然后呢，这里面还有一个天地的年龄，就是18000年，而天地之间有多远呢？9万里。所以这种观念跟我们现在的宇宙大爆炸理论是一致的。1929年，哈勃找到了宇宙膨胀的证据。他和他的助手赫马森利用多普勒效应，发现宇宙里大部分星系的光谱都发生了红移，这说明这些星系都在远离我们，而且离我们越远的星系，它远离的速度也越快，其中速度和距离成正比关系。这个比例常数被叫做哈勃常数。哈勃的观测结果证明，这个膨胀的宇宙跟人们之前想象中的那个永恒不变的宇宙完全不一样，仿佛在告诉我们，如果这些星系可以往回退的话，要是我们将时间回溯，那所有的星系就会越来越靠近，早期的宇宙也就会越来越小，总有那么一个时间点，宇宙会回到一个非常致密的状态，这就是一切的起点。我们能看到的一切事物，所有的恒星，所有的行星，所有地球上和宇宙中的生物，都是依赖于这一刻的诞生。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宇宙大爆炸。大爆炸理论认为，大约在138亿年前，宇宙从一个极端高温致密的点起源，在10的-43次方秒之后，也就是宇宙大爆炸刚开始的一瞬间，宇宙以超过光速的速度膨胀了10的-32次方秒，这个阶段也叫做宇宙暴胀。在最初的几秒钟里，宇宙的温度高达100亿摄氏度。暴胀结束之后，随着体积的膨胀和温度的下降，最基本的一些粒子，比方说质子、中子、电子，开始慢慢稳定下来了。大爆炸大约3分钟后，质子和中子发生碰撞，形成了最早一批的元素，氘、氚、氦等较轻的元素。5分钟后，今天宇宙里的大部分氦已经形成了，但此时的宇宙仍然太热了，这些元素的原子核还无法捕捉电子形成完整的原子。宇宙大爆炸大约38万年后，宇宙才冷却到足以让原子核捕获电子的程度。这一点对宇宙产生了2大影响。首先，由于大多数的电子和原子核结合成了原子，宇宙中自由电子的数量急剧减少，光子也就不再被频繁的散射了，光终于可以自由的在宇宙里传播了。其次，这些光子正是我们今天观察到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它也是我们在宇宙里能观测到的最古老的光。大爆炸后大约2亿年，在引力的作用下，气体云逐渐坍缩，中心区域越来越热，最终温度和压力高到足以发生核聚变。就这样，宇宙里的第一批恒星诞生了，它们的质量是太阳质量的30到300倍之间，亮度是太阳的数百万倍。之后又经过了2亿年，第一批恒星还有宇宙里的星际介质逐渐聚集在一起，形成了第一批星系。这期间，大质量恒星死亡时发生的超新星爆发，释放出了更多的元素到宇宙中，比如硅和铁等，为后来行星的形成和生命的演化提供了原材料。大爆炸后大约91年，恒星周围的物质逐渐聚集，形成了行星，最后在像地球这样条件适合的行星上演化出生命。随后又经过了数十亿年的进化，又产生了复杂的生命。大爆炸138亿年后，也就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宇宙。目前宇宙仍然在膨胀。1929年，哈勃发现宇宙在膨胀的时候他觉得宇宙可能是在匀速膨胀，甚至可能会因为引力的关系逐渐减速。但在1998年的时候，天文学家通过对超新星亮度的研究，发现这些超新星要比预期的暗很多。这说明只有当它们以更快的速度远离时，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也是人类第一次发现宇宙的膨胀并不像原来人们想象的那样一直在减速，而是在加速。就好像我们在向上扔一个球，你想的是这个球的上升速度会越来越慢，最后会落到我们手里，但实际上这个球却是在一直上升。
而且还是在加速上升。那宇宙为什么会加速膨胀呢？这就要说到两个概念，就是暗物质和暗能量。1933年，瑞士的天文学家弗里茨兹维基，他通过对星系团的研究发现，星系团里星系的运动速度远高于可见物质的引力所能产生的速度。根据万有引力定律，如果星系的运动速度够快，星系团会因为引力不足而解体。但实际上是这些星系团依然稳定的存在着。所以兹维基推测，星系团中一定存在一种我们看不见的物质，这种物质的质量远超可见物质。兹维基当时把它叫做暗物质。虽然没有人直接探测到过暗物质，也不知道暗物质到底是什么，但是通过引力，科学家可以测量出它的总量。就好像我们无法直接看到风，但是我们可以通过风对树叶的影响知道风的存在。那最终的测量结果是，宇宙中的普通物质的总量大约是 5%， 暗物质的总量大约是 25%。这两种物质的密度总量大约只占临界密度的 30%。 那什么是临界密度呢？临界密度是决定宇宙几何形状的一个值，是根据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方程推导出来的。如果宇宙中所有物质的实际密度等于临界密度，那宇宙空间就是平直空间，宇宙就是平坦的。如果宇宙的实际密度大于临界密度，那宇宙空间就是封闭空间，宇宙就是一个封闭的球形。如果宇宙的实际密度小于临界密度，那宇宙空间就是开放空间，宇宙就是一种类似马鞍的双曲面空间。那我们生活的宇宙到底是哪种几何形状呢？根据目前的研究发现我们生活的宇宙的实际密度无限趋近于临界密度，也就是说我们的宇宙是平坦的平直空间。但是我刚刚也说了，我们测得的宇宙中的普通物质加上暗物质的总量只占临界密度的 30%， 也就是说宇宙里我们看得见的和我们看不见的密度总量远低于临界密度。如果低于临界密度，就会产生两个影响：一，宇宙不再是加速膨胀，而是变成了减速膨胀；二，宇宙的空间不再是平直空间，而是变成了开放空间。这两点都跟我们实际的观测结果相违背。其实宇宙中的普通物质和暗物质都只会产生引力，让宇宙的膨胀速度变慢，而实际上宇宙是在加速膨胀。那说明宇宙里一定还有物质能产生斥力，才导致了宇宙的加速膨胀，也就是剩余的那 70%。那这个物质是什么呢？不知道，只知道这个物质的能量是斥力性质的，所以科学家给这部分能量取了个名字，叫暗能量。暗能量也是导致宇宙加速膨胀的主要动力。那我们再来捋一下目前我们宇宙里的情况。宇宙的实际密度非常接近临界密度，其中暗能量占 70%， 暗物质占 25%， 普通物质仅占 5%。 那以上我们说的这些实际上都离不开一个最重要的维度，就是时间。史蒂芬·霍金认为，在大爆炸之前，时间和空间都是不存在的，即使存在，大爆炸之前的时间对我们而言也没有实际意义，因为它不会对我们现在的宇宙产生任何影响。所以大爆炸不仅是物质的起源，也是时间和空间的起源。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感知到的时间流动都是建立在大爆炸这个起点之上的。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时间到底是什么？它从大爆炸中诞生之后，是怎么一路跟着宇宙的膨胀而展开的？如果宇宙有终结的那一天，那时间会停止吗？1927年，英国的天文学家亚斯·爱丁顿用时间之箭来描述时间的单向性，意思就是说，时间总是从过去指向未来，永远不会倒流。为了解释这个问题，我想先给大家说一下熵。其实我们之前提到过熵，熵是热力学中的一个术语，是用来描述系统无序程度的一个概念。当一个系统在有序的状态下时，熵值就会较低；如果是无序的状态，熵值就会比较高。就像一个杯子掉到地上，它可能会碎成很多块，但是这些碎片不会自己重新拼回去。宇宙从大爆炸之初的高温高密度状态开始，逐渐膨胀冷却，形成恒星星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宇宙的熵越来越高，从一开始非常有序的状态变得越来越无序。而正是这种熵的增加，让时间呈现出了不可逆性，让我们能感受到时间是一直从过去流向未来的。这样看上去，我们的时间确实是在稳定的流逝，四季交替，生老病死。但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又告诉我们，在不同的参考系里，时间流逝的速度会有所不同。对于高速运动的物体来说，时间会变慢，这个结论叫做时间膨胀效应。如果一对双胞胎，其中一个留在地球上，另一个乘坐将近光速的飞船旅行，等飞船返回地球的时候，飞船上的那个会比地球上的那个更年轻，因为飞船上的那个经历了时间膨胀，时间流逝的更慢，年龄的增长也就更慢。那有人可能会有疑问了，如果我们能坐上一艘接近光速的飞船，我们是不是就能长生不老了呢？其实不是，因为时间的膨胀并不会让人的寿命膨胀，
如果一个人的寿命是80年，那他在飞船上的寿命也是80年，只不过这80年在地球上可能对应了几千年。那除了高速运动会让时间变慢之外，在极端的条件下，时间也会不一样。比方说在黑洞的附近，在黑洞的事件世界附近，引力极其强大，时间流逝几乎停滞，所以对于远处的观察者来说，物体会永远停留在事件世界边缘。那大家觉得这种时间停滞是否意味着时间的终结呢？其实根据目前的研究发现，时间会不会停止不知道，但是宇宙还真有终结的那一天。在法国和瑞士接壤的地方，有一台世界上最大的粒子加速器，科学家利用它对粒子进行加速，当粒子的速度接近光速时，再让粒子进行对撞，这样有可能在极端的条件下产生微型的人造黑洞。这么做的目的之一就是推算宇宙何时终结。目前很多大星系的中心都有一个超大质量的黑洞，数百亿年后，这些星系里的大部分星球都会被中心的黑洞吞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些黑洞最后都会成长到一个星系的规模。等到黑洞都不再能长大的时候，那么根据霍金辐射，黑洞最终也会在宇宙的时间尺度中蒸发消失。而科学家就是希望通过这台粒子加速器中进行的高能粒子碰撞实验，来验证霍金提出的黑洞辐射理论。霍金说，在宇宙真空中，相反电荷的粒子对会不断的自发产生与隐灭。通常情况下，这些粒子对会在瞬间彼此隐灭，回归真空。但是如果这一过程发生在黑洞的事件世界附近，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事件世界附近强大的引力可以打破粒子对的平衡，这就会导致其中一个粒子可能会被黑洞吞噬，而另一个粒子可能会逃逸。逃逸的粒子从远处看，仿佛是黑洞在向外辐射能量，这种辐射现象就叫做霍金辐射。那随着粒子不断的逃逸，黑洞的质量和能量会逐渐减少，就像被慢慢蒸发掉一样。这一过程极其缓慢，但从理论上来讲，如果宇宙足够长寿，终有一天黑洞的质量会完全被消耗殆尽，最终走向灭亡。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能验证，因为想要产生一个人造的微型黑洞，需要花费巨大的能量。目前地球上还没有一个对撞机可以产生如此巨大的能量，除非地球上还有我们没发现的力量。根据霍金的理论，黑洞会在10的100次方年后走向灭亡。10的100次方年也叫一个古格尔年，同时这也是我们生活的宇宙终结的那一天。到那个时候，宇宙里将没有恒星，没有行星，没有黑洞，什么都没有，只剩下一些稀薄的粒子和背景辐射。那再往后会怎么样呢？比方说10的古格尔次方年以后，也叫一个古格尔普勒克斯年。即使我们用最小的字体把这么多零写出来，这串数字的长度也会延伸到宇宙之外了。到那个时候，时间会停止吗？科学家认为，时间仍然不会停止，但会变得没有意义，因为已经没有事件可以标记时间的流逝了。从哲学上来讲，这就是一种无意义的时间。等等，要是现代的宇宙学理论都是错误的呢？也许宇宙的膨胀有一天会逆转，所有物质都会坍缩回最初的那个起点，那时间可能就会在起点处终止。或者宇宙是循环的，每次坍缩后又会重新触发新的大爆炸，重新开始膨胀，时间并不会真正的终止，而是周期性的重复。又或许我们的宇宙只是一个更大宇宙的一小部分，有很多跟我们一样的宇宙在这个大宇宙里形成，那我们的时间范围在整个大宇宙里就渺小的可以忽略不计了。我相信在宇宙的某一个地方，肯定还会有其他生物尝试去理解宇宙，他们可能也发明了一种类似时间的概念，他们也有自己的一套理论来解释宇宙。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无论是他们的理论还是我们的理论，最终都逃不过熵的灾难。时间的长度虽然我们没法控制，但时间的意义是我们可以自己决定的。每个人的梦想、情感、经历都可以组成我们个人的宇宙。怎么活得精彩才是人生的意义。希望大家都能活出自己的宇宙。